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1月13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喜欢听故事学中文的同学们，记得今天要来准时上课。好，很多同学都来了，欢迎佩霞、Hardwin、Alexander、艾云。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的频道。那么你也可以成为老师的会员，支持老师的工作。成为老师的会员可能什么都拿不到但是呢，老师还是很感谢你愿意无条件的支持老师的工作哦。无条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东西，你愿意支持我，无条件的支持哦。好，那么也欢迎蓝墨，还有谁？慧君，好，欢迎大家哦。很多同学每次都来哦，所以老师也很感谢大家喜欢我的课哦。好，裴静，欢迎。好 ，OK， 今天我们的故事叫做误会。误会，好 ，Hello， 志忠，欢迎哦。好。误会 misunderstanding， 什么叫误会呢？就是别人可能对你发生了一些误解，就是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以为是那个样子，可是事实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这个误会，我们人生中都不希望遇到误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也不要随便误会别人。我们也不希望别人误会我们，对不对哦？所以老师刚刚用的误会是当作动词，误会可以当作动词，也可以当作名词哦。我误会了他，在这里误会是当动词，这是一场误会。好，那在这里一场误会，误会是一个名词，所以误会这个词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哦。好，欢迎月莹、春娇、Benny， 欢迎老师。如果没有叫你的名字，表示我不晓得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啊？哦，谢谢，这个我真的不会念你的名字 R1P， 欢迎你啊，谢谢你支持我。好，感谢你，应该要告诉我你的中文名字的哦。老师知道你最近都有来上课哦。好，修真、宋平，欢迎啊。好，那么今天的故事跟误会有关系。Hello， 南武，开始吧。Hello， Charles， 欢迎。好，汉明和玲玲在网上认识。Assalamualaikum， 秀秀欢迎，还有 Wild Wolf， 他们决定约出来在咖啡店见面。好，各位同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你跟另外一个人在网络上认识，你发现你很喜欢对方，你们也很聊得来，你们两个人很聊得来，所以你们呢，虽然在网络上聊天，有一天你们会很想彼此见面，对不对？那各位同学，这个呢，中文要怎么说？他们是什么？网友，他们两个人是网友。网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很好奇对方长什么样子，对方是不是我的菜？对，网恋。不过见面不一定会谈恋爱，对不对？如果这对网友见面之后，他们谈恋爱了，那我们就可以叫网恋啊。他们现在还是网友，不晓得会不会谈恋爱啊？网购，好，网络购物啊。好，汉明是我们的男主角，玲玲是我们的女主角，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在台湾，你可以说在网路上认识；在大陆，他们说在网络上认识。所以，请你注意一下哦。好，他们决定约出来，go on a date， 约出来在咖啡店见面。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对网友有没有机会谈恋爱，变成一段网恋啊。好，汉明穿得很正式，玲玲则穿得很时髦，两人都很健谈。
汉明穿得很正式。什么叫很正式 ？formal。男生如果穿得很正式，那么他可能穿西装打领带。什么时候我们要穿得很正式？要穿西装，要打领带？上班的时候通常你去公司上班，你要穿得很正式。还有呢，当你跟女生约会的时候，对，很好。兰默说面试的时候 interview， 面试的时候你一定要穿得很正式，你不能穿拖鞋，你不能穿内衣就去面试，对不对？你不能穿得很随便，你一定要穿得很正式。还有呢，跟女性朋友见面的时候也要穿得很正式好，00则，好，这里的则就是有点像 while， 我们连接两个不一样的情况，一个很正式，一个很时髦，有一点 instead 的感觉好，那么什么叫时髦呢？就是穿得很流行很流行，穿的呢是现在的女生最爱穿、最流行，你也可以说时尚，最时尚的衣服好，所以时髦、时尚、流行两个人都很健谈。什么叫健谈呢？很能聊天。健谈是个好的词它是个好的词，它不是不好的词。如果你是一个健谈的人，那么我在赞美你，表示你很能聊天，很会说话，很能找话题聊天好，你可以说理查老师很健谈，理查老师是一个健谈的人。如果你是个健谈的人，那么你很会找话题聊天，你很能聊天，你很会说话 talkative 好，我们往下看00发现他和汉明有很多共通点，他们都喜欢园艺，也喜欢拼图。好，各位同学，这里有一些词汇，请你们注意00发现他和汉明有共通点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好，各位同学，这个英文就是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那如果有很多呢？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好，所以各位同学，有共通点表示你跟另外一个人有一些一样的地方，可能是个性，可能是兴趣，你跟他是一样的比如说对方很稳重，你也很稳重，对方很幽默，你也很幽默，对方喜欢什么，你也喜欢什么，你跟他有共通点。如果有 many a lot， 有很多共通点。那如果英文的 have nothing in common， 你们觉得中文应该怎么说？我跟他兴趣也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我觉得我跟他一点都聊不来。那 have nothing in common 就是没有共通点，你可以说没有共通点就是 have nothing in common 直接用没有，我跟他没有共通点共同点听得懂，可是我觉得共通点比较常用共通点比较常用。好，那么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呢？他们一样的兴趣是什么呢？园艺。什么叫园艺？就是种花种植物，可能他们都喜欢种东西，所以这个叫园艺。园艺喜欢种花，喜欢家里有一个喜欢家里有一个花园所以这个叫园艺。有的人很喜欢种花，种草园艺。那喜欢拼图，好，你们喜欢拼图吗？拼图就是一张图把它打碎了，变成很多小块小块的，那我们就要把小块小块的图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图，这个叫拼图拼图。好，那这个理查老师不喜欢拼图。老师你刚刚说什么？拼图。好，所以各位同学，为什么我说拼图呢？因为这个拼图是一个名词，那它的动词 how to play， 这个拼，我们再用一次这个拼，这个拼当动词，拼图。你喜不喜欢拼图我喜欢拼图。第一个拼是动词拼图是一个名词。好，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喜欢玩拼图，听得懂没问题，你可以用 play 玩，你也可以用拼图拼图。好，我不喜欢拼图
我觉得拼图太麻烦太复杂了，我不喜欢啊。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汉民周末都会去银行对面那家健身房健身，玲玲也是。哦，秀珍说我没有耐心拼拼图，很好。好，那汉民呢？他的兴趣是什么？健身。玲玲也有一样的兴趣习惯，所以玲玲觉得他跟汉民有很多共通点啊。好，或你们刚刚说的共同点啊，也是听得懂的啊，没有什么问题。汉民周末都会去银行对面，这里是银行，可能隔了一条路或一条街，那就是在银行的对面 ，across from。opposite， 银行的对面那家健身房健身，玲玲也会去那家健身房健身。各位同学，你喜不喜欢健身呢？如果你去健身房健身，你可能要买会员，有的是要买1年的会员，有的是要买半年的会员。那如果去健身房健身的话，里面有很多健身的器材 equipment。很多健身的器材，你可以练手臂，你可以练胸，你也可以练腹，你可以练大腿、小腿，对不对？好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健身？你有没有每个礼拜都去健身房健身的习惯呢？好，理查老师没有去健身房，我都是在家里运动，好，汉民留着一脸络腮胡，好，笑起来很帅，感觉很开朗。秀秀喜欢去健身房健身，而且秀秀每天都坚持要去锻炼，非常好。好，汉民呢留着一脸就是脸上都是一脸就是 all of your face 那种感觉一脸。那络腮胡，什么叫络腮胡呢？就是男生这里有胡子，很多很多的胡子在这里，叫络腮胡。你们有没有络腮胡？理查老师没有络腮胡。有的男生他的胡子很会长胡子，他满脸都是胡子，他留络腮胡很帅，对不对？络腮胡笑起来很帅。对，我觉得有胡子的男人很帅感觉很开朗。好，有的人笑起来很开心的感觉，很开朗，就是很 cheerful， 感觉他每天都很快乐这种人就是很开朗的人，在他的脸上看不到忧愁，在他的脸上不会不高兴的表情，他总是开开心心，带着微笑开朗的人。不能说英勇英勇是 brave 有络腮胡的男士看起来很有络腮胡，不能说他很勇敢吧？英勇不能用英勇这个词英勇就是勇敢，英文是 brave 不能用这个词，有点奇怪印度人喜欢留络腮胡，对很多南亚国家的男士很喜欢留络腮胡那中国人或我们亚洲这里东南亚或日本、韩国、台湾，我们胡子比较少，所以比较没有办法留络腮胡，对不对对，活泼开朗的人很好。好，玲玲身材很苗条，喜欢讲笑话，说话也很幽默。这个念络腮胡，大陆会念络腮胡吗？台湾念络腮胡。好，大陆可能念络腮胡，我看看有没有多音字我查一下好了，我看看大陆怎么念OK， 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大陆怎么念这个字。拼音
络络，大陆念络腮胡。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台湾会念络腮胡啦，大陆念络腮胡，络，好奇怪。好，那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大陆的话，你就念络腮胡，台湾会念络腮胡啊，那你们就把它给这个改一下你们的发音哦，络腮胡，络腮胡。好，可以改英俊，有络腮胡的男士很英俊，完全没问题。英俊就是 handsome 啊，网络，对对，网络一样的字，对不对？网络的络，络腮胡，大陆念络腮胡，台湾会念络腮胡，络腮胡。好 ，OK， 那就看你在哪里，你就用那个发音啊。好，老师再念一次哦，络腮胡，络腮胡。好。玲玲的身材很苗条，苗条就是很瘦，但是是好的啊。这个 slender 苗条通常是好的一个形容词，很瘦，但是又不会过瘦，没有说 too much， 不会瘦得很漂亮。苗条就是瘦得很漂亮，瘦得很漂亮。喜欢讲笑话，说话也很幽默，幽默的人喜欢讲笑话，对不对？而且呢，他很风趣。好，谁帮我打一下？幽默跟风趣都是一样的意思。他是一个风趣的人。老师什么意思？哦，就是幽默的意思。他是个幽默的人，他是个风趣的人，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你也可以放在一起，变成一个成语，意思都一样，意思都一样。对，模特的身材就是苗条。就是很苗条的，很漂亮的哦。风趣，答对了，趣味的趣哦，风趣哦，风趣。好，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啊，表示他讲话很好玩，会逗你笑啊，很有意思。好 ，OK， 像吉他一样，幽默风趣。好 ，OK， 好，记得风趣这个词哦。他们两人一见钟情。之后的几个月，他们常常约会。好，什么叫一见钟情？你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欢上他了，叫一见钟情。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见钟情的经验过？理查老师觉得有，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见钟情的爱情，你们同意吗？你们自己有没有一见钟情的经验过？你跟你的爱人是不是一见钟情？还是你跟他相处了很久才爱上他？你是哪一种情况呢？有的人一看到对方就觉得我爱他了，他的长相，他的内在，他的个性我都爱，所以你一见钟情了，你对他一见钟情了那有的人要相处很久之后才会爱上对方好，那之后的几个月呢？他们两个人常常约会。好，这里的约会当作动词 go on a date 不能说身体苗条春娇，我们说身材 figure 身材，不能说身体我们说身材这个词身材苗条，记得body figure 一定用这个身材这个词好，哎呀，我这里是不是一见钟情？我有没有写错？我好像写错字了，我看一下，我查一下一见钟情。一见钟情，诶，他们怎么用时钟的钟呢？一见钟情，不是这个钟好，我们改一下是这个钟。我发现大陆很多用字好像跟台湾不太一样一见钟情。我看一下台湾是用哪一种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好，那你们记得用这个钟我刚刚那个字应该是错字了，一见钟情好，那这个钟就是时钟的钟 clock 但是在这里呢，表示属意的意思，就是它了那种感觉好，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就是好朋友。如果你跟一个人一见如故，
你看到这个人，其实你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感觉好像他是你的老朋友一样，感觉他是你的老朋友，这个叫一见如故。你跟这个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呢，你跟他好像老朋友一样哦。好 ，OK， 一见钟情。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一天，玲玲看见汉明和另一个女人走在一起，动作亲密，一见入骨，没有这个词。动作亲密，两人有说有笑。哇，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玲玲看见汉明跟另一个女人走在一起。啊，他们不是一见钟情了吗？怎么还会跟另外一个女人走在一起呢？天哪，难道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动作亲密，哇，动作亲密表示你跟一个人可能跟另外一个你的爱人，哇，摸来摸去，亲来亲去，哇，那个感觉，你很喜欢对方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intimate 对吧？intimate。 好，两人有说有笑，我们已经学过有说有笑这个词了。通常什么时候你会跟对方有说有笑？你喜欢对方的时候你喜欢对方的时候，你才会跟他有说有笑，有说有笑好，对，出现第三者了。这个能不能叫外遇呢？他们也还没有结婚，对不对？只能说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但是他们也还没有结婚，这个在道德上这个应该不能算对不起对方吧？不晓得，对不对？他们毕竟还没有正式交往，对不对？好 ，OK， 我们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汉明告诉我，他没有女朋友啊！玲玲伤心极了，她转身快步离开。哇，那如果这样的话，汉明是不是说谎啊？汉明跟玲玲说，怎么会 How could that be 这个常常用我们中文常常会说怎么会，表示一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怎么会就是怎么可能，对不对？那玲玲可能觉得她被骗了，怎么会？汉明告诉我他没有女朋友啊，但是他怎么跟另外一个女人走在一起，而且动作亲密，有说有笑呢？玲玲伤心极了。好，极了就是非常非常 extremely。 好，形容词加上极了 extremely 伤心极了。汉明骗我。他转身 turn around， 转身快步离开。快步离开就是很快的走，然后就离开了他怎么没有去问汉明呢？对不对？他应该要去问汉明这个女人是谁呀？但是他问也没有问，他就离开了。可能他太伤心了好，有人问说，老师，身材跟身高有什么区别？身高是指 how tall are you， 你的身高，身材是胖或瘦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好，玲玲心碎了 ，heartbroken， 心碎了。如果你的爱人跟别的人在一起，那么你可能会心碎了。或者呢，你心爱的宠物或朋友或家人离开这个世界了，你也会心碎非常非常难过的意思好，对，这个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当面解决，当面问清楚，不然可能会产生误会，对不对？他决定不再理汉明。什么叫理？就是如果你理一个人，你会跟他说话，那如果你不理一个人，那你会 ignore the person， 你不跟他说话，你也不想跟他在一起这个叫理。不理表示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他在网上也拉黑了汉明。玲玲是不是有一点冲动啊？玲玲应该在网络上问一下汉明那个女人是谁啊？结果呢，她可能太伤心了，
他心碎了，他太伤心了，所以他问也没有问，他决定不再理汉明 ，no longer 不再 ，no longer。好，他要 ignore 汉明，对不对？在网上也拉黑了他。如果你在网上拉黑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传信息给你，他也没有办法传任何资讯给你了，你跟他就断联了，他找不到你了，因为你拉黑了他。你在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都找不到他，因为你被对方拉黑了，对不对？他太冲动了，我觉得。对，他对汉明不理不睬，他对汉明不理不睬啊。好，有一位莫桑比克来的朋友，欢迎你啊。好，我们往下看，时间过得很快，2年后，玲玲在地铁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原来是汉明。好，时间过得很快，玲玲拉黑汉明之后，2年过去了，哇，2年后。2年过去了，时间真的很快。玲玲有一天坐地铁，她在地铁上看到一个，这个人是什么叫熟悉的背影？他的背影，这个人的背影，你觉得应该是我认识的人吧？所以熟悉这个人的背影，你的背影啊，从背后看。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认识的朋友吧？熟悉的背影。好啊，他就是汉明，2年了，2年过去了，我已经拉黑他，已经2年过去了啊。好，那玲玲会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汉明的状态很不好，他变得很憔悴，感觉老了10岁。好。如果你说一个人的状态很不好，表示他 in a bad condition。 什么叫状态不好？他可能特别累，或者呢他很没有精神，或者呢他没有心思去打扮自己，化妆整理自己的胡子，没有办法，因为他状态不好，所以他看起来就像这个形容词很重要的憔悴。一个人很憔悴，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可能他跟太太吵架了很久，或者是他每天加班，所以他很没有精神，好像很老的感觉，憔悴，好像很老了那种感觉。好，感觉老了10岁，才过了2年，感觉汉明好像老了10岁。所以憔悴这种感觉就是你的生活过得很糟糕，然后你变得比以前还要老，还要没精神，憔悴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玲玲很心疼，轻声喊他的名字。汉明回头的那一刻，两个人的眼睛都红了。好，玲玲很心疼。我觉得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玲玲其实还是喜欢汉明的，对不对？因为你还喜欢他，所以当你看到他变得很憔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舍不得，你会心疼，哎呀，汉明怎么变这样子？表示你还喜欢这个人，你才会觉得心疼好，轻声喊他的名字，汉明，汉明，汉明回头的那一刻，the moment， 那一刻叫 the moment 汉明 turned back turn around 汉明回头的那一刻，2个人的眼睛都红了。我们曾经学过眼睛红了就是快要哭了，快要哭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变成红色的，对不对？所以2个人的眼睛都红了，表示2个人都很想念对方。虽然玲玲拉黑了汉明，汉明也断联了，找不到玲玲，但是他们心里还思念着对方，所以他们眼睛都红了，终于又重逢了。meet again， 又重逢了，他们2个又重逢了在地铁上重逢了好，那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觉得玲玲可能会问清楚，对不对好，他们
一起去咖啡店，店里气氛安静，两人有许多想说的心里话。好，那么两个人一起去咖啡店喝咖啡，店里气氛安静。好 ，atmosphere is quiet。两人有许多想说的心里话。好，如果你有很多心里话要告诉另外一个人，那么你们会想要好好的坐下来聊天，对不对？你有很多心里面的话想要告诉他。一般来说，心里话只会跟你亲密的人说，可能是你的闺蜜，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你才会把心里面的话告诉他，对不对？好的，我们往下看。汉明叹了口气，说：“心里最爱的人还是玲玲。”所以汉明还是爱玲玲的。叹了一口气，这个叫叹气，你也可以说叹了一口气。他说我心里最爱的人还是你，我还是爱着你的玲玲。好，玲玲问起了那个女人，汉明说：“你误会了。”好，这里的误会是动词你误会了，那是我的妹妹，她不是别的女人，她是我的妹妹。因为她是我的妹妹，所以我才跟她有说有笑，动作好像很亲密，因为她是我的家人啊。原来玲玲真的误会了玲玲问起那个女人，那天跟你走在一起的女人到底是谁？汉明说：“你误会了，那是我的妹妹。现在终于知道真相了。”我们中文说终于真相大白了，终于知道那个女人是谁了，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误会，真相大白。真相大白就是我们终于知道什么是真相了。 Finally we know what the truth is。 好，我们终于知道真相是什么了，真相终于大白了，真相终于大白了好，原来那个女人是汉明的妹妹你可以说亲妹妹biological younger sister。 那个女人是我的亲妹妹，玲玲，你误会了。这一切这2年害我这么憔悴，其实你误会了我，你误会了我呀。好，汉明拿出一张全家福的照片，那女人果然是他的亲妹妹，误会终于冰释了。好，汉明还怕玲玲不相信他，所以呢，他拿出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什么叫全家福？就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可能还有爷爷奶奶，这个家里有哪一些成员，家庭成员，这个照片里就有这些成员，这个叫全家福的照片。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兄弟姐妹都有好，那结果照片里面果然那个女人就是玲玲那天看到的人，所以误会终于冰释了。好，这里我们用冰释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表达。误会冰释的意思就是误会终于厘清了，终于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了。你可以说误会冰释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式的一个表达好 OK， 那女人果然是他的亲妹妹，误会终于冰释了，误会解开了。你也可以更口语一点说误会终于解开了。 OK， solve this misunderstanding。 好 OK， 对，宋平说还好我们不说幸运，我们说还好 is lucky。 还好汉明有带全家福的照片，不然的话玲玲可能还不相信他呢好的，我有很多心里话想跟理查老师说，但是目前要先把中文学好。是的，好，你可以说误会终于冰释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达。如果你要口语一点的话，你可以说误会已经解开了，误会终于解开了，真相终于大白了。好 OK，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故事。这2年原来都是一场误会。
好 ，OK， 我们看一下题目。问题一，汉明和玲玲是在哪里认识的？好，这题很简单，在哪里？他们在哪里认识的？我记得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玲玲跟汉明他们是一见钟情，对不对？他们有很多共通点，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还约会了几个月哦。好，那他们一开始是在哪里认识的呢？在地铁？不是，网络上，答对了。好，你可以说网上或网络上，台湾我们讲网路上啊，台湾讲网路上，大陆讲网络上，你也可以讲网上，网上也可以哦。好，2年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原来他们都误会了彼此哦。好，问题2，汉明和玲玲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好，你也可以说汉明和玲玲有什么共通点，他们有什么一样的兴趣，或者是个性也是一样的呢？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兴趣？我记得文章里提出了2个共同的兴趣，可能有3个，你们可以想得出3个汉明跟玲玲一样的兴趣爱好吗？园艺答对了，拼图还有没有？想一想，园艺、拼图还有呢？你们只想出2个呀？我记得有3个共同的爱好哦。对了，健身，因为文章里面说汉明会去银行对面的健身房健身，玲玲也是，所以我们知道玲玲也喜欢健身，所以答案还有健身。他们共同的兴趣是健身、园艺跟拼图。好，问题3，如果你是玲玲，看到汉明跟别的女人走在一起，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玲玲，你会难过极了，然后转头快步离开，回去之后马上拉黑汉明，你会像玲玲一样吗？还是你会有不同的做法？好，艾云说，那为什么汉明不去玲玲家找他呢？好，我觉得汉明可能怕玲玲生气，对不对？他为什么拉黑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2个人我觉得都有一些误会。好，你是玲玲的话，如果你是玲玲，你会怎么做？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人跟别的女人走在一起，好，月莹会说我会当面，我们可以用当面这个词就是 in person talk to him in person， 我会向汉明问清楚，避免彼此误会，这个句子也没有问题好，佩霞说我会去跟汉明打招呼，嘿，然后顺便问一下，那这个女生是谁这也是一个方法，很好。好，裴静说我会跟别人打听2个人的关系，裴静这个方法也很好。你可以问一下可能汉明的好朋友，他好像跟一个女人走在一起，你认识那个女人吗？可能他的好朋友会说她是他的妹妹对，可以打听一下他们2人的关系宋平说他会偷偷的看，之后呢会私底下问汉明他是谁，很好。宋平说他会偷偷的看，然后呢之后他会问汉明那天跟你走在一起的女人是谁宋平会跟汉明问清楚好，很多人都会直接问清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或者呢像宋平说的，当下我们不动声色。不动声色是什么意思？当下你什么事都不做，你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情，当下你不做，然后之后你再去问汉明就好了有的人会在现场不动声色之后再去问汉明，偷偷的打听，或直接的之后
可能过2天再去问汉明，那个女人是谁这都是方法艾云说，如果我是玲玲，看到我的男友跟别的女人走在一起，我一定会好好的问他，不然的话会直接走到那个女人面前说，我是汉明的女朋友，你是谁，对不对？那其实如果玲玲像你们这样做的话，什么误会都没了，就不会浪费2年了，对不对不会浪费2年。所以呢，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不要被表面的情况给迷惑了，其实有时候是自己胡思乱想，事实上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你一定要现场当场问清楚这件事情，再做决定，或者呢过2天之后再去问那个人，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呀一定要问清楚，不要把秘密放在心里，还莫名其妙拉黑了对方，你还不晓得真相呢。那还好他们在地铁见面了，不然的话可能真相永远不会大白，真相永远没有大白的一天，那他们2个就惨了，对不对好，而且呢有时候在那个时候你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伤心，你会失去理智，对不对？你会失去理智好 OK， 那么爱情就是这样子，爱情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判断的能力，或者会让我们失去理智，所以大家有时候可以问一下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好朋友聊聊天，跟理查老师聊聊天，理查老师会给你很好的建议对啊，白白的浪费2年的光阴，何必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好，每个词汇我会念3遍，请大家找一下相对应的图片拼图，拼图，拼图，全家福，全家福，全家福，健身房，健身房，健身房。月莹说，老师真的吗？我可以问你吗？还是不要好了，因为老师并不是爱情的专家我不是爱情专家，我也不是恋爱专家，我可能会给错意见所以你可以问你的好朋友，或者有些人他很懂得谈恋爱，你可以问问他。问理查老师应该没什么用，因为我也不是爱情的专家好，络腮胡，台湾会念络腮胡，台湾念络腮胡，大陆念络腮胡，网络的络，对不对？络腮胡，苗条，苗条。我是玲玲的话，我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当然可以裴静，这个是很地道的表达。如果我是玲玲，我一定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没问题。背影，背影，哇，这个男生的背影在这里背影。好，那各位同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希望你们在面对疑惑的时候，能够用正确的方法解开你心里的疑惑，不要随便的误会别人特别是一段很难得的感情，我们要把握，不要被一场误会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好，希望你们多想想，或许你们曾经也有这样的经历过。好，那么我们星期4见，大家晚安咯，拜拜。